什么事儿？哥，救命啊哥！这次你无论如何都得帮我一把。大半夜的，你又整出什么幺蛾子了？哥，今晚有个超级重要的餐局，得见几个资方大佬，我手头好几个大项目都得靠他们。我听说你前阵子提了块好表，劳力士的对吧？借我戴一晚上撑撑场面行不行？求你了哥，我这辈子能不能翻身全靠今晚了。真是死性不改。哥，我拿命担保，饭局一结束我就给你送回去，绝不磕着碰着。行吧，那你半小时后过来拿。哥，你真是我亲哥，大恩大德我铭记一辈子。哥，昨晚在饭局上喝断片了，早上醒来表就丢了，我真的把包厢和车里都翻了个底朝天，可饭局上人多手杂的，对不起啊哥。丢了？没事，明成，丢了就丢了吧。反正那块表是假的，我在网上找微商买的高仿货，350块钱，机芯都是塑料的，不值什么钱。啊！哥，你是在开玩笑的对不对？你故意吓我的对吧？那表30万啊，怎么可能是假的？我没开玩笑，就是350买的 A 货，机芯都是塑料的。怎么丢了个几百块的假货，你至于这么激动吗？他猛地倒抽了一口凉气，松开我的手，双腿一软，直接瘫跌在地上。他的额头瞬间渗出了密密麻麻的冷汗。完了，全完了！我居高临下的看着他，他跌跌撞撞的站起身，抱着头冲出去了。我回到卧室，咔嗒一声反锁了房门。我走到书桌前，从抽屉翻出一个牛皮纸袋，里面装着那块劳力士的发票和保修卡，30万如假包换。我拿出手机，拨通了身为律师的朋友徐泽的电话，把周明成掉落那张星辉会所名片的细节，连同今天发疯的反应和盘托出。徐泽的调查效率高得惊人，半小时后，他查到的真相比我预想的还要恶劣100倍。第二天是周日，天空阴沉的仿佛随时会塌下来。一大早门铃就响了，我通过猫眼看了一眼，是姨妈周丽萍，脸上挂着极其僵硬且不自然的笑容。我打开门，她立刻挤了进来。小杰啊，姨刚好路过早市，看着苹果新鲜，特意给你送点来补充维生素。换鞋的时候，她的眼神却像雷达一样，在我家客厅里疯狂扫射。我们面对面坐在沙发上，她先是东拉西扯地聊了10分钟的天气和物价，双手不安地搓着大腿。终于她憋不住了，身体微微前倾，压低声音试探道：“小杰啊，昨天饭桌上你说那表是假的。”哎呦，那做的可真是太像了，连明成那小子都没看出来。姨就是好奇，你在哪家微商那儿买的？花了不少钱吧？他的眼睛死死盯着我，瞳孔紧缩。没多少，350。我随口扯谎，语气轻松的仿佛在菜市场买白菜。350人民币？是啊，高仿不都这价吗？姨，难不成你觉得那假货还能值一套房？我似笑非笑的看着他，姨妈的脸色瞬间长成了猪肝色，她猛地站起身。那什么，姨突然想起来家里煤气没关，先走了啊！水果你记得吃。伴随着砰的一声甩门声，她落荒而逃。她前脚刚走，我放在茶几上的手机就疯狂震动起来，满屏都是周明成发来的微信消息。哥，在吗？那表真就350，你绝对是在唬我吧？哥，你别玩我了。我点开外放，周明成嘶哑绝望的吼声瞬间填满了整个客厅。哥，你接电话啊！那表到底怎么回事？你会害死我的，你知不知道？我冷笑一声，把手机屏幕朝下扣在桌面上。鱼已经把钩子吞进了肚子里，现在就看他怎么在岸上挣扎了。就在这时，徐泽的电话打了进来，徐泽的声音冷静而冷酷：“林姐，星辉会所的监控我拿到了，你表弟没丢表，他去见了当地最大的地下典当行老板。”去了地下典当行？对，徐泽的声音冷静透彻。星辉会所的安保系统拍得清清楚楚，他不仅没弄丢你的表，还亲自把它交到了一个叫赵启明的典当行老板手里。我脑海里猛地闪过周明成借表那天从口袋里掉出来的那张名片，上面印着的正是赵总2个字。他当了多少钱？10万，远远低于市场价，而且直接签了死当协议。徐泽叹了口气，赵启明那帮人底子不干净，沾着些地下的盘口，你表弟10有8九是去填窟窿了。我气急反笑，10万块就给卖了，转头还跑来跟我演喝醉弄丢的苦情戏。这小子胆子太肥了。我强压下心头的邪火，他以为当了我的表就能屏障，结果我一说表是350的假货，怕赵启明找他算账，这才吓破了胆。好，证据我都拿到了，包括典当行的入库记录。下一步你打算怎么办？不急，我要让他自己把吞下去的
连本带利的吐出来。挂断电话，我反手就给周明成发了一条宽慰的微信，而这条微信成了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我靠在沙发上，慢条斯理的编辑了一条微信发送过去。明成，表的是你别放在心上，350的假货丢了就丢了吧，千万别自责。消息刚发出去不到1分钟，屏幕上的语音通话就封了，一样弹了出来。电话刚接通，周明成嘶哑的嗓音就传了过来，带着明显的颤音。哥，你跟我说实话，那表真就是个假货。我装出不耐烦。当然啊，网上买的便宜货，坏了都不心疼。哥，你别跟我开这种玩笑，你告诉我这是真的，那可是30万啊！明成，你是不是发烧了？不就几百块的东西，至于这么大惊小怪吗？我就是觉得太对不起你了，哥。没事，下次小心点。挂断电话，我立刻打开电脑，登录了本市最大的二手奢侈品交易平台，输入我的手表序列号一查，一条昨天深夜发布的售卖信息赫然跃入眼帘，标价28万。看着屏幕上那串熟悉的序列号，我立刻给徐泽发了定位。下午，徐泽直接带上门的一样东西，彻底锤死了周明成。下午2点，徐泽准时敲开了我家的门。会所里的线人弄到的，昨晚周明成和赵启明在包厢里的对话录音。徐泽把 U 盘递给我，我立刻插进电脑点开，音频里很快传出周明成那带着讨好的谄媚声音。这表绝对是真货，30万专柜拿的，你帮我把这10万的账先平了，下个月我一定把钱补上。10万？你欠的账可不止这点。别呀，这我说了，这表是我借来的，我还得还给我哥。还？再输2场，你连底裤都得压给我。录音在一阵哄笑声中戛然而止，我死死盯着屏幕，指关节因为用力捏着鼠标而泛白。他不仅满嘴谎言，还妄想拿我的东西去填他那无底洞一样的烂摊子，简直不可理喻。别气了，证据链已经完整了，现在主动权完全在咱们手里。我深吸一口气，拿起手机给周明成发了的定位：晚上8点，老街茶楼2楼包厢，不见见不散。有些话咱们得当面说清楚。晚上8点，周明成准时出现在茶楼。当他听完我的一番话后，竟然直接当着所有人的面给我跪下了。茶楼的灯光有些昏暗，周明成推开包厢门走进来时，整个人像老了10岁，眼底下挂着2片浓重的乌青，脸色苍白的像纸。哥，他拘谨的坐下，眼神到处乱瞟，就是不敢看我。表的事儿真对不起。明成，我说了不用在意，一块350的假表而已。我端起紫砂杯，轻描淡写的说：哥，算我求你了，你给我交个底儿，那表到底是不是真的？我真的快被逼上绝路了。他双眼熬得通红，声音抖得像筛糠，砰的一声闷响，让他浑身一哆嗦。少在我面前演戏了。我冷冷地盯着他，表没丢吧？星辉会所赵启明的典当行，10万块死当。周明成，你拿我的东西去抵债，算盘打得挺响啊。哥，我错了，我真的错了。我半年前碰了地下的盘子，欠了几10万的烂账。赵启明放话，拿不出钱或者值钱的物件凭账，他就要找我麻烦，让我彻底混不下去。你欠的债自己平，但我的表明天必须完好无损的拿回来，否则咱们法庭上见。第2天上午，我和徐泽拿着全部证据，直接推开了赵启明典当行的大门。赵启明穿着浮夸的花西装，坐在老板椅上，皮笑肉不笑。林先生，白纸黑字的当票，现在你想反悔？这表已经是我的了。我没废话，直接把录音 U 盘拍在茶几上。徐泽抽出律师函，语气冰冷且专业。赵老板，明知是他人财物而非法收受并试图转卖，这叫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要么现在把表还回来，要么明天警察会带着传唤证来跟您谈。赵启明的脸色阴晴，不定地变换了好几轮。行，表走，但周明成欠的钱1分都不能少。权衡利弊后，他最终咬着牙让人把表拿了出来。当天下午，30万的劳力士重新回到了我的手腕上。晚上，姨妈周丽萍又拎着水果，陪着笑脸上门，试图继续打感情牌和稀泥。小杰，明成他就是一时糊涂，你这表也拿回来了，就别跟他一般见识了。姨，我冷着脸打断他，表我拿回来了，那是我的本事。周明成欠的几10万高利贷还在那儿摆着呢，你要是真疼他，就赶紧卖房子替他还债去吧。姨妈脸上的笑容瞬间凝固，哑口无言，最后灰溜溜的跑了。经历了这场闹剧，我彻底明白，亲情绝不是他们用来道德绑架的免死金牌。我以为吃过这次亏，周明成会收敛一点，可我万万没想到，为了填补那几10万的窟窿，他转头竟然把算盘打到了我妈的养老金上。那天我刚在厨房下了一碗面，手机就响了，是我妈打来的。电话那头，我妈的声音透着心虚和吞吞吐吐。小杰啊，你那个在银行理财的朋友，能不能帮我把卡里那50万的定期提前取出来？我急用。妈，那可是您的养老本，您平时连个贵点的大件都不舍得买，急用什么钱？没什么，就是我想买个别的理财。
哦，我脑子里瞬间闪过周丽萍那张谄媚又充满算计的脸。手表刚拿回来，他们母子俩转头竟然把贼手伸向了我妈的养老金。妈，您别动那笔钱，我马上回趟家。我连外套都没来得及穿，抓起车钥匙就冲出了门。一路上我把油门踩到底。周明成这个烂泥扶不上墙的赌徒，要是真把我妈的养老本卷走，我非送他进去蹲着不可。我一路没敢停下，赶到我妈家，刚走到门口，就听见门内传来姨妈声泪俱下的洗脑声，甚至还夹杂着一个更恶毒的阴谋。防盗门没关严，我站在门外的楼道，屏住呼吸，听着里面的动静。姐，你就帮帮明成吧，他可是你看着长大的亲外甥啊！那利滚利的账要是填不上，明成这辈子就毁了。你那50万放着也是放着，借给明成周转，保证按银行双倍的利息还你。大姨，我发誓以后再也不碰那些烂摊子了，您就当救我一命。小平啊，这不是利息的事儿，这是小杰以后娶媳妇儿的本钱。姐，小杰那么有本事，年薪那么高，哪差这点钱？哎呀，这个钱，姐，光这50万其实还不够平账，要不你把这套老房子的房产证先借我抵押一下，我保证1个月后就赎回来。我听到这儿，简直气得七窍生烟，算计存款不够，竟然还敢打房子的主意，他们是想吸干我妈的最后一滴血。我一脚踹开大门，脸色铁青的站在玄关。借房产证，姨妈，你这算盘打得我在3公里外都听见了。姨妈吓得直接从沙发上弹了起来，而我妈手里正攥着那本红色的房产证。小杰，你怎么回来啦？姨妈心虚的结巴起来，眼神慌乱的往周明成身后躲。你那几10万的窟窿到底是怎么来的？你敢跟我妈说实话吗？小杰，你姨妈说明成是做生意被合伙人骗了。做生意？妈，他是进了地下赌局，他借我的30万劳力士，转手就拿去地下典当行死当了10万块平账。这种没有底线的赌徒，您今天借他50万，明天他就能把您这套房子输得连砖都不剩。什么？我妈震惊的瞪大眼睛，捂着胸口。明成，你竟然去赌！姨妈一屁股坐在地上。林姐，你非要把我们逼死才甘心吗？不管怎么说，咱们是血浓于水的一家人，你这么狠心见死不救，就不会遭报应吗？报应！我居高临下的看着这对母子，只觉得无比荒唐。我懒得跟他废话，直接掏出手机按下了一个号码。听到电话那头传出的声音，周明成吓得当场尿了裤子。我拨通的是赵启明典当行的电话，我特意留了他们前台的座机号。喂，赵老板那边吗？我是林杰，周明成还在我这儿，我听说他欠你们的钱还没还清。什么？林先生啊，是周明成那小子躲着不见人，赵老板发话了，既然我们走正规流程，3天内见不到钱，我们就直接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冻结并查封他名下以及担保人的所有资产。他名下没资产，但他妈周丽萍有一套刚全款买下的电梯房。说完，我直接挂断了电话。客厅里死一般寂静，周明成的裤裆处渗出一片水渍，整个人抖得像筛糠。姨妈更是脸若死灰，那套电梯房是她攒了一辈子钱买的，就指望着养老呢。林杰，你竟然出卖自己人！这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我把房产证塞回我妈手里，护在她身前。你们打我妈养老金主意的时候，想过自己人这3个字吗？滚！我以为这对母子会彻底从我的生活中消失，然而就在第2天上班时，前台递给我一个神秘的黑色包裹。我刚到公司，前台就小心翼翼地拿了一个沉甸甸的包裹过来。林总，没有寄件人信息，一早就扔在前台了。我皱了皱眉，接过包裹回到独立办公室，撕开外层的防水胶带，里面是一个普通的旧牛皮纸袋。打开纸袋的瞬间，一股淡淡的雪茄味扑面而来。纸袋里没有炸弹，也没有恐吓信，只有一摞厚厚的复印好的欠条，以及一张印着星辉会所金字的 VIP 贵宾卡。最上面的一张欠条，白纸黑字写着周明成的名字，按着鲜红的手印。但借款金额不再是几十万，而是惊人的200万。而在欠条的连带责任担保人一栏里，赫然签着我妈周芳的名字，连身份证号和指纹都清清楚楚。我的脑袋嗡的一声炸开了，冷汗瞬间浸透了后背。难怪昨天我妈会吞吞吐吐要娶定妻，难怪姨妈非要看我妈的房产证。周明成不仅骗我妈借钱，竟然还在我不知道的时候，用虚假的合同诱骗我妈签下了这种要命的高利贷担保协议。200万的债务像一座大山压下来，如果不赶紧查清这份担保协议是怎么签的，我妈的房子和养老金将面临合法的强制查封。我死死攥着那张200万的担保欠条复印件，手背上青筋暴起，顾不上开早会，我抓起车钥匙直奔我妈家。一进门，我妈正戴着老花镜在阳台慢悠悠的浇花。妈，
你到底背着我签了什么东西？我把纸拍在茶几上，声音都在发抖。我妈被我的脸色吓了一跳，凑过来看了半天，满脸茫然。这不是上个月你姨妈带明成来说社区搞什么免费体检送鸡蛋的登记表吗？体检表？我气急反笑。你看清楚，这是200万高利贷的连带担保合同，白纸黑字。我妈双腿一软。不可能！小平当时把这纸叠着，只露个签字的地方，说是领鸡蛋必须按手印儿。小杰，妈真不知道这是借钱啊！我深吸一口气，强迫自己冷静下来。这根本是个连环套，他们母子早就算计好了，骗我妈签下担保，拿我妈的房产去填那个无底洞。就在这时，我妈的手机突然响了，是一串陌生的本地号码。刚一接通，对面的话让我妈直接两眼一黑，晕了过去。妈！我一把扶住瘫倒的我妈，夺过手机，电话那头是个阴冷刻薄的女生。周芳女士是吧？你的连带担保已经生效，周明成跑路了，200万连本带利，3天内打进指定账户，不然我们不仅收房子，还会去你儿子的公司拉横幅。你们这是联合诈骗！我咬牙切齿，随便去告，白纸黑字签的字按的手印，法院也认。对方冷笑一声，嚣张地挂断了电话。我把晕倒的我妈安顿到床上，为了速效救心丸，看着她花白的头发，我心里的火像岩浆一样翻滚。我拨通徐泽的电话，把原委快速说了一遍。典型的高利贷套路贷。徐泽在电话里语气凝重，但只要能证明你妈是在不知情被诱导的情况下签字，这合同就能主张无效。我们需要周丽萍或周明成亲口承认诈骗的证据。我去找他们。我挂断电话，直奔姨妈家。到了她家楼下，我却发现她家阳台的窗户大敞着，楼下停着一辆搬家公司的货车。这母子俩竟然想脚底抹油跑路。我冷笑一声，直接冲上楼，一脚踹开了半掩的防盗门，里面的景象却让我愣住了。防盗门被我踹开，砰的一声砸在墙上。屋里并没有在打包行李，而是一片狼藉，抽屉被翻得底朝天，衣服扔了一地。姨妈周丽萍正瘫坐在满是玻璃渣的客厅地板上，披头散发，嚎啕大哭。跑啊，怎么不跑了？我冷冷地看着她，她抬起头，满脸是泪，连滚带爬地扑过来抱住我的腿。小杰，你救救明成吧，他被赵启明的人抓走了。平儿，他根本不是要还钱，而是被赵启明的手下上门逼债，直接抄了底。他死活跟我有什么关系？我一把甩开他，居高临下的逼视。你联合他骗我妈签200万担保合同的时候，想过给我妈留活路吗？我不知道，我真不知道那是200万啊！明成说只差10万块，让我骗你妈签个字走走过场，过几天就能销账。我也不知道数字怎么变成200万了呀！我眯起眼睛，捕捉到了关键信息，连姨妈都被骗了。周明成为了自保，连亲妈都坑。还是赵启明在那份合同上做了手脚。没等我细问，我的手机震动起来，是一条彩信。点开一看，是一张周明成被反绑在椅子上的照片。照片下附着一个地址和一句话：今晚9点带房产证来赎人，一个人来。看着彩信里的照片，我只觉得无比讽刺。赵启明让拿房产证去赎的。我把屏幕举到姨妈眼前。小杰，你拿你妈的房产证去救救她，等她平安回来，一做牛做马把钱还你。做梦！我冷酷地扯出衣服。我妈的房子凭什么替你儿子的烂账买单？我转身下楼，直接开车去了徐泽的律所。徐泽看了看彩信，眉头紧锁。赵启明这是急了，200万的高利贷在法律上根本站不住脚，他们故意做局诱骗担保，这已经是涉嫌经济诈骗了。所以那张合同其实是他们的软肋。对，我冷静下来，今晚不仅不能带房产证去，还要趁这个机会让他亲口承认阴阳合同的事。徐泽打开抽屉，拿出一支黑色的微型录音笔。这支录音笔带有实时上传功能，晚上我会在外围接应你，只要赵启明承认合同是做局，就能立刻报警收网。晚上9点，废弃的汽修厂里，我孤身一人推开生锈的铁门。赵启明正坐在旧轮胎上抽雪茄，但他身后的阴影里竟然还站着一个我绝对意想不到的人。汽修厂里弥漫着刺鼻的机油味和霉味。昏暗的顶灯下，周明成被麻绳反绑在椅子上，鼻青脸肿，嘴里塞着破布，看到我来拼命发出呜呜的求救声。赵启明吐出一口烟圈，皮笑肉不笑地看着我。林总，挺准时啊，房产证带来了吗？没带，200万是阴阳合同，骗我妈签的。赵老板，套路贷玩到我头上，不怕烫手吗？林姐，你还是这么自以为是？你以为这局是我一个人做的？赵启明冲着身后的阴影打了个响指，一个穿着灰色夹克的男人缓缓从黑暗中走出来。我借着微弱的光线看清了他的脸，瞳孔瞬间紧缩。竟然是之前借给我周明成录音的那个会所线人。惊不惊喜？你的一举一动，包括你今天跟那个律师盘算着带微型录音笔来套我话，我早就一清二楚了。把东西交出来吧，林总。我心头一震，下意识地摸向口袋。那人冷笑着上前，直接掏出一个黑色的信号屏蔽器，按了下去。我身上那只原本连通着徐泽的录音笔，只是灯瞬间熄灭，我彻底断了后援。屏蔽器的红灯悠悠闪烁，原本能连接到徐泽那边的微型录音笔，彻底成了一块废铁。
林总，别白费力气。赵启明吐出一口烟圈，乖乖把你妈的房产证交出来，或者把那200万的账清了，不然我不光让周明成进去蹲着，还会拿着带有你妈手印的担保书去法院起诉。到时候，你妈的养老金账户一样得被冻结，你们连安稳日子都别想过。旁边那个叛变的线人冷笑道：“赵老板手里有完整的证据链，你们斗不过的。”我看着他们这副吃定我的嘴脸，突然轻笑了一声。赵启明，你是不是觉得切断了我的录音，你就稳操胜券了？我拉过旁边的一张破木椅子，不紧不慢地坐下。你少在那儿装神弄鬼！我既然敢一个人来，你真以为我没给自己留后路？我抬起手腕，看了眼手表，现在是9点15分。徐泽没跟我来，不是因为他怕了，而是他在律所帮我盯着一个定时发送的邮件程序。听到定时邮件4个字，赵启明脸色瞬间变了。你什么意思？赵启明死死盯着我，声音沉了下来。我靠在椅背上，语气平缓却字字如刀。徐泽不仅是我的律师，他还帮你查了查你们典当行的流水、阴阳合同、高息违规放贷，甚至包括几笔见不得光的烂账，全都被打包成了附件。只要10分钟后我没有输入密码取消发送，这封邮件就会准时发送到经侦大队和税务局的举报邮箱里。赵启明猛地站起来，把雪茄狠狠摔在地上。你以为随便编个故事我就会信？你可以赌一把，看看是你起诉我妈的假合同快，还是经侦查封你典当行的速度快。大不了咱们鱼死网破，我最多损失点钱，你下半辈子恐怕得在里面踩缝纫机了。空气瞬间死寂，只有周明成在角落里发出呜呜的挣扎声。面对这种牵扯身家性命的博弈，赵启明这种老狐狸根本不敢拿自己的前途开玩笑。他的脸色阴晴不定，死死盯着我，似乎想看出我到底是不是在虚张声势。就在这时，赵启明口袋里的手机突然像催命一样响了起来。电话是他典当行的会计打来的，虽然没开免提，但在安静的空旷厂房里，那焦急的声音依然清晰可闻。赵哥，不好了，咱们公司的对公账户突然被银行提示风险异常，刚才还有税务那边的人打电话来核实情况，是不是哪里的账漏了风声？赵启明的嘴唇抖了抖，猛地挂断电话。他在看向我时，眼神里已经没了刚才的嚣张，只剩下惊疑不定。他终于相信我不是在开玩笑。林杰，算你狠！赵启明咬着后槽牙，这是你妈那份200万的担保合同原件，周明成之前欠我的10万，加上这合同，咱们一笔勾销。我走过去，抽出合同仔细核对，上面确实有我妈按下的红手印和被骗签下的名字。我掏出打火机，咔嗒一声点燃，火苗瞬间吞噬了这张沾满算计的阴阳合同，化作一地灰烬。密码我已经发给徐泽了，邮件取消了。我拍了拍手上的灰，转头看向缩在角落里的周明成。债务的雷虽然排了，但我并不打算就这么轻易放过我这个好表弟。我从口袋里掏出另一份文件，直接扔到了他面前。我走上前，一把扯下周明成嘴里的破布。哥，谢谢哥，我就知道你不会见死不救的。闭嘴！我冷冷地打断他，指了指地上那份我提前准备好的文件，把字签了。他愣了一下，低头看去，那是一份断绝经济往来与连带责任的声明书，上面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周明成自愿承认过往所有债务纯属个人行为，与林杰及林杰的母亲周芳没有任何关联。若日后再以任何形式骚扰、借款或诱骗周芳，林杰有权直接追究其法律责任。哥，这是什么意思啊？意思就是从今天起，你哪怕饿死街头，被人讨债逼上绝路，也跟我们家没有任何关系。签了它，你今天就能安稳走出这个大门。不签，你自己留在这里跟赵老板慢慢聊。周明成浑身一颤，看了看满脸戾气的赵启明，赶紧颤抖着拿起笔，歪歪扭扭地签下了自己的名字。我收起声明，刚准备离开，废旧汽修厂的铁门突然被人从外面大力推开，一阵刺耳的警笛声呼啸而来，红蓝相间的警灯彻底照亮了黑夜。冲进来的是一队全副武装的警察，带队的警官扫视了一圈现场，都不许动！我们接到群众举报，这里涉嫌非法拘禁和违规套路贷放贷。赵启明彻底傻眼了，猛地转头瞪向我，目眦欲裂。林杰，你竟然报警！你不是说取消邮件了吗？邮件是取消了，但我一早出门前，我妈顺道去了一趟街道派出所。我只是个本分的市民，遇到这种事，当然得找警察。就在警察给赵启明戴上手铐的时候，一个披头散发的人影突然从警车后面冲了出来，是姨妈周丽萍。她一眼看到周明成瘫坐在地上，立刻扑了过去。明成，我的儿啊，你没事吧？确认儿子安然无恙后，她突然转过头指着我的鼻子大骂：林杰，你个没良心的大狼，你明明有办法证明。面对他的胡搅蛮缠，我还没来得及开口，旁边的一位警官已经走上前来，拿出一张传唤单，冷着脸对姨妈说：周丽萍女士是吧？既然你在这儿，就不用我们去找了。关于你涉嫌配合设局，诱导他人签订虚假高额借款担保的事情，请跟我们回去走一趟吧。警官那句冷冰冰的话，像一盆带着冰碴子的冷水，豆头浇在姨妈周丽萍的身上。她脸上的嚣张跋扈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取而代之的是极致的惊恐。警察同志，你们弄错了吧？我
我就是帮我亲姐介绍了个借款渠道，我什么都不知道啊！抓我干什么？周女士，我们已经掌握了充足的录音和证人证据。你明知是高利贷，却依然配合非法放贷团伙，以虚假理由诱导周芳女士签订隐瞒了真实金额的连带担保合同。这不仅是配合设局，更是涉嫌诈骗的共犯。走吧，回所里慢慢交代。冰冷的手铐咔嗒一声锁住了他的手腕，姨妈吓得双腿发软，直接瘫在地上，是被2名警察半架着拖上警车的。周明成在一旁看得浑身发抖，他突然像疯了一样扑过来，死死拽住我的袖口。哥，你帮我妈求求情啊！她可是你亲姨啊！你真忍心看着她去坐牢吗？她可是你亲姨啊！我冷冷地抽回手，看着他那副懦弱自私的嘴脸。他把我妈往死里坑的时候，怎么没想过她是我亲姨？周明成，路是你们自己选的，里面的牢饭也是你们应得的。我转身上了车，一脚油门，把警灯和周明成的哭喊声彻底甩在身后。这件事本该告一段落，可我低估了周明成的无耻程度。几天后的一个下午，我正陪我妈在小区里散步，物业经理突然急吼吼地跑了过来。阳光正好，微风吹着柳枝，我们刚走到九曲桥边，就听到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小区物业的王经理正火急火燎地朝我们跑过来，跑得满头大汗。林先生，周阿姨，我赶紧扶住我妈，皱眉问：王经理，出什么事了？这么慌慌张张的。您赶紧去南门看一眼吧，有个男的带着一卷破席子和几个纸箱，正坐在咱们大门口哭天抢地呢。男的？我妈一听，身体猛地一晃，带铺盖卷儿。是啊，他说他是您家亲戚，非说林先生要逼死他。现在围观的老头老太太越来越多了，把大门堵得水泄不通，连业主的车都进不来了。保安去拉他，他还撒泼打滚，说谁碰他他就死给谁看，影响实在太恶劣了。听到亲戚2个字，我脑海里瞬间浮现出那张充满算计的脸。周明成这烂泥扶不上墙的东西，亲妈刚因为涉嫌诈骗被抓进去，他不仅没反思，反而跑到我家门口来玩这手撒泼耍赖的把戏。我安抚地拍了拍我妈的手背，眼神彻底冷了下来。看来上次在废弃汽修厂给她的教训还是太轻了。我让王经理先扶着我妈去旁边的物业大厅休息，自己快步走向小区南门。刚拐过绿化带，远远地我就听到周明成那破锣嗓子在人群中央干嚎，而他声泪俱下喊出的第一句话，就让周围不明真相的街坊邻居瞬间炸了锅，纷纷向我投来鄙夷的目光。我还没走近，就听到周明成那破锣嗓子在人群中央干嚎：各位街坊邻居，你们给评评理啊！里面住的林杰是我亲表哥，他一个月赚好几万，带着30万的名表，却眼睁睁看着我妈被抓不管。现在我连住的地方都没有了，他还在家里吃香的喝辣的，这是要逼死我呀！他面前放着一个破纸箱子，里面胡乱塞着几件旧衣服，整个人看起来邋遢又可怜。周围那些不明真相的大爷大妈们顿时交头接耳起来。哎呦，现在这年轻人怎么这么绝情啊？就是亲戚之间有困难搭把手，怎么了？这孩子也太可怜了。林杰平时看着挺精神一小伙子，没想到心这么狠，连自己亲姨都能送进监狱。周明成眼中闪过一丝得逞的金光，哭得更加起劲了，恨不得把头磕在地上。他打的什么算盘我太清楚了，他就是走投无路了，想利用街坊邻居的舆论压力对我进行道德绑架，逼我拿钱息事宁人。我冷笑一声，拨开人群，径直走到他面前，居高临下的看着他卖力的表演。周明成看到我出来，眼神明显瑟缩了一下，但仗着人多，他立刻拔高了嗓门：表哥，你终于肯出来见我了，你今天必须给我个说法！我没有和他对骂，而是从口袋里掏出几张早就准备好的文件纸。你要说法是吧？行，我今天就当着大家的面给你，直接展示给周围的街坊看。各位叔叔阿姨看清楚！人群里顿时爆发出一阵惊呼。我这个表弟在外面碰高利贷，欠了几十万赌债，他借走我30万的劳力士，转手就拿去地下黑市当了10万块去填坑。周明成脸色一白，刚想反驳，我立刻拿出了第2张纸。不仅如此，他和他母亲为了还高利贷，竟然骗我妈签下200万的虚假担保合同。警察带走他妈是因为涉嫌配合团伙诈骗，这是警方的立案通知书。风向瞬间逆转，刚才还在同情他的大爷大妈们，此刻看着他的眼神像在看一坨垃圾。天哪，连自己亲姨的养老钱都骗，这是畜生啊！快走快走，离这种赌棍远点！走走走！在众人鄙夷和唾骂声中，周明成原本准备好的眼泪硬生生憋了回去。他涨红了脸，收拾起地上的破铺盖，在物业保安的驱赶下，灰溜溜地逃离了小区。我以为这就是结局，可没想到1个半月后，我接到了看守所打来的电话，说是有一封周丽萍的亲笔信，求我务必看一眼。看守所的会见室里隔着一层厚厚的玻璃，我再次见到了姨妈周丽萍。仅仅1个半月没见，她的头发白了一大半，整个人老了10岁不止。那身蓝色的马甲穿在她身上，显得空荡荡的。看到我坐下，她立刻抓起电话听筒，眼泪唰的流了下来。小姐，你错了，里面的日子太难熬。律师说，只要你能让你妈签一份刑事谅解书，法院那边就能给我从轻判决，说不定能判个缓刑。小姐，你看在亲戚一场的份上，放你一条生路吧。我看着玻璃那头声泪俱下的人，心里出奇的平静。我今天来本来就是替我妈传达最后的态度的。我拿起听筒直视着她的眼睛，语气没有一丝波澜。姨妈，我妈让我转告你，当你们把算盘打到她那套养老的房子上时，
你们之间的姐妹情分就已经断干净了。周丽萍愣住了，满脸的绝望。小杰，犯了法就得接受惩罚，这不仅仅是为了我妈，也是给你，给周明晨最后的一课。我说完，没有理会他在玻璃那头崩溃的拍打，毫不犹豫地挂断了电话，转身走出了会见室。刺眼的阳光洒在看守所大门外，我深吸了一口新鲜空气。这场因为30万劳力士引发的闹剧，终于彻底画上了句号。可就在我刚坐进车里准备发动引擎时，徐泽突然打来电话，语气是从未有过的严肃：林杰，你看看同城热搜，周明成还没死心，他上网把你网爆了。挂了电话，我立刻点开短视频平台，同城榜单前10里赫然挂着一个标题鲜红的视频，身价1000万的恶毒表哥为了一块假表，亲手把亲小姨送进监狱。视频里，周明成举着自己的身份证，头发乱得像鸡窝，眼泪鼻涕糊了一脸。他对着镜头声泪俱下的控诉我怎么嫌贫爱富，怎么设局陷害他们母子。他把小区门口被我拆穿的那段监控掐头去尾，只保留了他下跪求饶和我冷眼相对的画面，配合着悲惨的背景音乐，他把自己塑造成了一个被资本家亲戚逼上绝路的纯孝子。我不过是不小心弄丢了他一块高仿表，他救我们全家的命啊！视频结尾，他声嘶力竭地喊着，底下的评论区已经彻底炸了。现在有钱人都这么没有良心吗？亲情在金钱面前连狗屁都不如。严查这个叫林杰的，说不定他的钱来路不明，人肉他，让他社会性死亡。我冷冷地看着屏幕上周明成那张充满算计的脸，气急反笑。这小子还真是把无耻发挥到了极致。就在这时，我的手机屏幕突然被无数个陌生号码疯狂轰炸，紧接着公司 HR 主管的微信弹了出来：林杰，明天上午来一趟我办公室。第二天一早，我顶着满眼的红血丝走进公司，一路上平时打招呼的同事们纷纷避开我的视线，躲在工位后面窃窃私语。那种被人指指点点当成过街老鼠的滋味确实不好受。推开 HR 主管的办公室门，老板也在里面，脸色很难看。林杰，你的业务能力全公司有目共睹，但这次的事情影响太恶劣了，不仅公司前台接到了骚扰电话，连咱们几个大客户都跑来问我是怎么回事。如果处理不好，公司只能让你先停职避避风头了。王总，视频纯属恶意剪辑和造谣，我没做错任何事，停职等于变相认罪，给我24小时，我不仅会把这件事平息，还会让造谣者付出代价。好，就24小时，如果舆论压不下去，你就自己递辞呈吧。从办公室出来，我立刻联系了徐泽，让他准备所有的原件证据。中午下班，我放心不下我妈，特意赶回了家。刚出电梯，我整个人都僵住了。我家墨绿色的防盗门上被人用红漆喷了4个触目惊心的大字：冷血畜生。红漆顺着门缝往下滴，像血一样刺眼。我急忙掏出钥匙开门冲进屋里。妈，你没事吧？妈没事儿，就是刚才有人在外面咣咣砸门，骂得很难听，我没敢出声。小杰，门外那是怎么了？遇到几个被网暴忽悠的脑残粉。我强压着怒火，安抚好我妈，反手就拨打了110。警察很快赶到，调取了楼道的监控，果然不是周明成，而是几个戴着口罩、拿着手机直播蹭流量的所谓正义网民。处理完警情，徐泽也带着整理好的材料赶到了我家。监控录音、典当行的死当回支、警方的立案通知书，还有那张200万阴阳合同的照片，全都做成视频了。只要你点发送，全网的局势马上就能逆转。我盯着屏幕上清晰的证据链，手指悬在发布键上。就在我准备点击发送的瞬间，徐泽的手机突然收到一条推送：先别发，周明成开直播了，他站在跨线桥上，说你不撤案他就要跳下去。徐泽迅速点开直播间，画面里周明成跨坐在车流密集的跨线桥栏杆上，风把他的头发吹得像杂草。他一手拿着手机直播，一手抓着栏杆，对着镜头哭得声泪俱下。网友们，林杰那个畜生还不肯放过我妈，既然他不给我活路，我今天就在这儿一了百了。林杰，你欠我们家一条命！那座跨线桥下面有一层宽阔的绿化带，离地面顶多3米高，跳下去最多崴个脚。他这哪是寻死，分明是用这种极端的流氓手段逼迫公安机关和我让步。徐泽看着我，你真打算去现场？去什么现场？他不嫌丢人，我还嫌晦气。他想闹大是吧？那我就帮把火烧得更旺点。我果断按下了手中证据视频的发送键，我的澄清视频带着反转实锤的标签，直接砸进了同城热搜。10分钟后，周明成的直播间里弹幕的风向开始发生了诡异的变化。这小子是个骗子，大家快去看林杰刚发的澄清视频。卧槽，他借了30万的真表去抵10万的高利贷，视频里还有典当行的收据，连自己亲妈都坑，故意设局骗大姨200万的房产，这是人能干出来的事。弹幕从同情瞬间变成了铺天盖地的辱骂。周明成坐在桥栏杆上，看着屏幕上飞速滚动的弹幕，脸色肉眼可见的从涨红变成了死灰。他慌乱的想要关掉直播，可手一抖，手机直接掉进了桥下的绿化带里。就在这时，桥两端响起了刺耳的警笛声，消防员和警察已经赶到了现场。失去了直播镜头这层保护伞，周明成吓得腿都软了，根本不用人劝，自己连滚带爬的翻回了安全地带。结果显而易见，他因为寻衅滋事，扰乱公共秩序，直接被警察按着脑袋押上了警车。这一次，
是真的行政拘留。这场轰轰烈烈的网络反转，不仅洗清了我的冤屈，还让我老板亲自打电话来道了歉。半个月后，周明成拘留期满被放了出来，我以为他这下该彻底消停了。可周末的早上，我妈接到了一个从乡下老家打来的长途电话，电话那头我80多岁的姥姥哭着命令我妈：周芳，你赶紧给我滚回老家来！妈，谁的电话？怎么哭成这样？是你姥姥。他说周明成刚出看守选，连家都没回，直接带着几个不知道从哪儿找来的混混，把老家的祖宅给占了。祖宅？那不是姥姥一个人住吗？她占那个干什么？你姥姥说，周明成在外面欠了一屁股债，现在没地方去，竟然想逼着你姥姥把老宅卖了，好给他换钱去别的城市躲债。老人家80多岁了，被他锁在屋里不让出门，连饭都吃不上。他说要是敢报警，就放火烧了屋子。周明成真是彻底疯了，真把自己当成横行霸道的法外狂徒了。妈，别慌，我这就请假带你回老家。他这次是真的触到我的底线了。回到老家的村口时，天色已经暗了下来，远远地我就看到祖宅门口围了一圈人，周明成那辆破车就堵在院子正中央，几个染着黄毛的混混正坐在台阶上大口喝着啤酒，吵吵闹闹的声音传出老远。我直接把车横着挡在了那辆破车后面。周明成正坐在院子里翘着2郎腿抽烟，看见我推门进来，原本一脸的横肉瞬间僵住了。他赶紧把烟头一扔，站起来，眼神里闪过一丝心虚，但转瞬又变成了一种破罐子破摔的狰狞。林杰，你小子居然还敢回来！哼，兄弟们，这就是我说的那位大款表哥，身上油水多的是，给我好好伺候着。几个混混站起身，摇摇晃晃的围了上来。我没理会他们，而是径直走向屋门，门被铁链子缠得严严实实。姥姥，你在里面吗？小芳啊，快走！明成他疯了，他把大门锁了，谁也不让进啊！立刻把钥匙给我，不然现在就报警。别忘了，你现在可是刚出看守所，要是再进去，这次可不是几天的事儿了。林姐，这是在乡下，没那么多监控，你要是敢跟我动手，咱们谁进局子还不一定呢。还没等周明成动手，围在门口的邻居们突然一阵骚动。中间那小子，你给我放下扳手！只见村里的老支书带着好几个正在收工的村民走了过来，手里都提着铁锹和锄头。老支书是看着我妈长大的，在村里威望极高。周明成，你在城里折腾出什么花样我们不管，但在我们村欺负孤寡老人，想强占祖宅，那是村规国约都不答应的。老头，这是我们家的家事，你别多管闲事。家事？猛地推开大门，浮出受苦嶙峋的姥姥。你软禁老人，强行闯入住宅，这叫违法。支叔叔，麻烦您做个见证，我现在就打110。周明成一听110，像被踩了尾巴的猫跳起来就要冲过来抢手机。可就在这时，几个村民眼疾手快，直接架住了他的胳膊，让他动弹不得。在老支书和村民们的强力干预下，周明成那点狐假虎威的势头彻底没了。警察接到报警后，10几分钟就赶到了现场。经过调查，不仅确认了周明成非法闯入住宅的事实，还顺藤摸瓜地发现他出狱后，竟然还在村里招摇撞骗，许诺村民投资项目，实则是为了骗取他们的养老钱。当着全村人的面，警察把周明成直接带走了，那几个混混也被当场识破，带回去接受调查。我长舒了一口气。小芳、小杰，你们这次要是没回来，我这把老骨头恐怕就……我安抚着姥姥，回头看了一眼正在拆除周明成违规搭建的村民们。村里的空气确实清新，但有些人的心比阴沟里的泥还要脏。回城的路上，我妈显得心事重重。周明成这次彻底把自己玩完了，可我妈依然没法放下对这个外甥的最后一丝愧疚，这份愧疚成了她心头的一根刺。妈，周明成的事儿以后您就别惦记了，他那种人只有在里面好好改造，才是对他自己最大的负责。我倒不是心疼他，我只是在想，我姐周丽萍，她在里面会不会也过得很苦？我停下手中的筷子。妈，他是成年人，做出的选择就得自己承担后果。如果他没参与设局，没骗您签担保，他现在应该在广场跳舞，而不是在那儿反省。我妈叹了口气，没再说话，但眼神里的那股纠结明显还是没散。第二天，我妈做出了一个决定，让我大吃一惊。她收拾了一箱换洗衣服，甚至还特意去买了些姨妈爱吃的零食，说是要去监狱探监。我本来不想让我妈去，怕她受那份气，但我拗不过她，陪她到了监狱探视处。刚坐下，我就看到一个意想不到的人也在探视名单里排队。那人一身黑衣，看起来完全不像是周家的亲戚。那黑衣人转过身，摘下墨镜，竟然是赵启明的手下。林总，监狱里这地方说话不方便，对面的咖啡厅
赵总包了场，想让你大姨在里面少受点罪，想让你妈以后出门平平安安跟我走一趟。心里一沉，让错愕的我妈在探视大厅等着，自己只身跟着赵启明的手下前往对面的咖啡厅。这就是你的诚意。呵呵，这里面有你家那套老房子的所谓产权纠纷证明，只要你签字放弃追诉，这破事儿就翻篇了。当然，你也可以选择不签。那明天你妈出门时会不会遇到什么意外，我可就保证不了了。我盯着那份所谓的纠纷证明，心里冷笑，这不仅是陷阱，更是赤裸裸的恐吓。但我没表现出任何慌乱，反而拿出了手机，当着他们的面调出了一段录音。录音里清晰地播放着赵启明刚才在电话里说要给点颜色看看的话，以及那个被抓的线人供述赵启明如何指挥他装定位的全部细节。你居然录音？不光录音，刚才咱们进门的时候，徐泽已经把这段录音同步发给了市局的刑侦支队。赵启明，你现在的一举一动都在警察的监控下，只要你敢动我家人一根汗毛，你这辈子都别想再出看守所。赵启明的眼中闪过一丝凶光，他猛地一拍桌子，身后的2个大汉同时起身，气氛瞬间降至冰点。他似乎已经打算狗急跳墙了。咖啡馆的门突然被推开了，不是警察，而是几个身着制服的税务稽查人员，以及几名拿着执法的市场监督人员。原来徐泽并没有把希望完全寄托在警察身上，他深知赵启明这种人最怕的不是暴力，而是资产被冻结。徐泽在来的路上已经实名举报了赵启明的典当行存在严重的违规税务问题，税务稽查组刚好在附近巡查，直接被请了过来。看到这一幕，赵启明彻底瘫软在椅子上。接到举报，请配合我们回去核对一下你们近几年的经营账目。赵启明此时哪里还顾得上什么恐吓，他面如土色，眼神慌乱的四处张望。那一瞬间，他引以为傲的所谓势力在正规的法律程序面前显得脆弱不堪。你以为的筹码，在我看来只是罪证。这盘棋，你输了。赵启明被带走调查后，那个一直躲在暗处给周明成出谋划策的所谓大哥终于露了面。我万万没想到，他竟然是我以前的一位老邻居。我怎么也没想到，那个指使赵启明去骚扰我们家的所谓大哥，竟然是小时候住在我家楼下的李大伟。我妈看到他的时候，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李大伟当年也是个老实人，怎么现在变成了这副模样？林杰，你别怪我，当年你爸是单位的骨干，大家都嫉妒。后来你爸出了事，我也没得到什么好处，心里一直不平衡。我就是见不得你们一家过得比我好。原来这所有的恶意设局不仅是为了钱，竟然还有这么扭曲的嫉妒心。李大伟利用赵启明的贪婪，一手策划了周明成被带进坑里，又利用我妈心软的性格进行勒索。这种因为嫉妒而产生的恶意，比单纯的贪财更加阴毒。我看着李大伟被带上警车，心里没有任何报复后的快感，只觉得一阵悲凉。李大伟被捕后，赵启明典当行的连锁反应接踵而至。最让我没想到的是，周明成在里面的交代牵出了一个更大的秘密。周明成在看守所里熬不住，为了减刑彻底把自己卖了个干净。他在交代里提到，李大伟之所以针对我们家，除了嫉妒，竟然还和我爸多年前的一笔未了的工程账有关。当年那个项目因为李大伟监守自盗被查，他一直以为是我爸举报的他，所以这一切都是他在报复。徐泽拿着整理好的资料给我，但他这次确实帮咱们补全了李大伟犯罪事实的最后一环。冤冤相报何时了啊！当年那事儿根本不是你爸举报的，李大伟这辈子全毁在自己的心胸狭窄上了。风波平息了，赵启明入狱，李大伟因寻衅滋事和敲诈勒索被起诉，周明成因为在设局中的配合行为，刑期也加长了。我终于拿回了房子的所有权，也把我妈搬到了一个新的公寓，准备开始全新的生活。就在搬家的那天，我整理旧物时，在一个落满灰尘的旧饼干盒里，发现了一张20年前的汇款单。那张汇款单有些泛黄，但上面的收款人姓名赫然写着李大伟。原来当年我爸为了不让老邻居因为那笔亏空的账单被开除，私下里帮他补齐了所有的亏空，甚至还在这张汇款单背面写着一行小字，这是借给大伟的，希望他以后能改邪归正，过好日子。我看着这行字，心里五味杂陈。原来李大伟一直憎恨的告发者，竟然是他这辈子最大的恩人。我把汇款单交给了法院，作为李大伟悔罪态度的一个参考。至于他知道真相后会是怎样的心态，已经不重要了。我和我妈搬进新家那天，窗外阳光明媚，我看着忙前忙后的搬家师傅，又看了看身旁笑容逐渐恢复的母亲，心里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安宁。30万的表终究只是一个开始，他看透了人性，也让我明白了什么才是最珍贵的。生活还在继续，那些阴暗的角落终究会被阳光彻底驱散。